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别再吹氛围感了，手握一把王炸的李一桐，离下一个杨子到底差在哪？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咱们打开手机看到的女明星们，主战场好像都换了，不是在剧组的泥地里打滚，而是在阳光正好的网球场上挥拍。不是在揣摩角色的哭笑，而是在精致的咖啡馆里品味人生。一张张牛油果绿长裙配皮衣的网球风写真，滤镜开到最大，氛围感到顶。底下评论清一色的夸姐姐好飒，美貌杀人。李一桐最近这组照片，就是这个风潮里最典型的代表。照片是真好看，人也是真美，但热闹过后，总让人心里犯嘀咕，这种靠时尚大片维持的热度，究竟是通往巨星的捷径，还是一个越走越窄的死胡同？要说李一桐，圈里圈外的人都得承认，她手里的牌是真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堪称天选之女。你看看她的履历，简直就是一部内娱女主角编年史。从2015年出道作《半妖倾城》直接空降女1号开始，她的人生就跟开了挂一样，几乎无缝进组。搭档的男演员从罗晋、李现到杨洋、张译，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名字？有人说他是男神收割机，这话一点不假。资源有多硬，数据不会骗人。2017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他演黄蓉，这部剧至今都是金庸翻拍剧里口碑的佼佼者，网播量高达52亿。后来跟罗晋合作的《鹤唳华亭》，演技备受好评。和杨洋演的《特战荣耀》，是当年的卫视军旅剧收视冠军。更别提那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现象级大剧《狂飙》，里面也有他的身影，饰演孟玉。按理说，这么多热播剧的女主角演下来，怎么着也该是家喻户晓、国民度爆棚了吧？可怪就怪在这里。提起李一桐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，那个女演员，我好像看过她的戏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了。你让她说出一部她的代表作，或者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名，大部分人都会卡壳。大家承认她脸熟，也承认她漂亮，但就是记不住。这就是她身上最大的悖论，手握顶级的影视资源，却始终停留在脸熟但记不住角色的尴尬境地。这种巨抛脸体质，成了她职业生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。问题出在哪？或许就出在她那组漂亮的网球写真所代表的氛围感营销上。氛围感这3个字，是现在娱乐圈最时髦的词。什么叫氛围感？说白了，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场景、服装、妆容和滤镜，去营造一种特定的情绪和人设。这种营销方式优点非常明显，它能快速吸引眼球，维持艺人热度，还能精准对接时尚品牌，巩固粉丝圈层。对于团队来说，这是性价比极高的操作，但它的致命缺陷也同样明显，可替代性太强了。今天的女明星流行在网球场营造健康活力的松弛感，明天就可能集体跑去露营的展示人间烟火气，后天又可能登上滑雪场打造冰雪女王人设。风向变得太快，就像一阵风，刮过去就没了。这种营销本质上是在贩卖一种美丽的空壳，它能让你在3秒钟内被一张精修图吸引，却无法让观众在一个角色身上停留3年。因为照片里的情绪是虚假的，是设计好的，它无法转化为角色的生命力，更不可能沉淀为国民好感度。大家都在议论这种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美丽，看多了真的会腻。我们喜欢一个演员，终究不是因为他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，摆了什么姿势。真正的红，从来不是靠几张照片就能撑起来的。
他需要一个能和亿万观众产生深度情感链接的国民角色。我们不妨看看那些真正站稳脚跟的女演员是怎么走过来的。赵丽颖，她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没背景。早期靠着《陆贞传奇》里的陆贞，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服输的倔强女孩。但这还不够，真正让她一飞冲天的，是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。那个前期天真烂漫，后期为爱成魔的小骨，牵动了多少人的心？大家跟着他哭，跟着他笑，为他的命运揪心。这就是角色与观众建立的血肉联系。这种联系，100组精修写真都换不来。再说杨紫，她有童星光环，《家有儿女》里的夏雪让她成了几代人的国民闺女，但转型之路同样艰难。直到香蜜沉沉烬如霜里的锦觅出现，她才真正完成了蜕变。那个为爱吐出允丹、哭得撕心裂肺的葡萄精，成了多少人心里的白月光。杨紫靠着这个角色，彻底坐稳了90后女演员中坚力量的位子。你看，无论是花千骨还是锦觅，他们的角色本身都充满了魅力和巨大的情感张力。他们的成功靠的是作品本身那雷霆万钧的力量，而不是靠外在的时尚包装。一个能让观众记住10年、20年的角色，其价值远非在社交媒体上短暂刷屏的氛围感可比。李一桐的困境其实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困境，他折射出的是整个行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。是资本太着急了，等不及一个演员慢慢成长，只想用最快的方式制造一个商业上成功的产品，还是市场审美疲劳了，观众的注意力被无限切割，只能被这种短平快的视觉刺激所吸引？或许两者都有。当整个行业都在追求快速变现，都在热衷于制造美丽但空洞的明星时，留给那些真正想打磨角色的演员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。这不仅是李一桐的天花板，也是无数和他一样有颜值、有资源，却始终差一口气的中腰部女星们共同面临的绝望牢笼。她们被困在一个循环里，拍戏，然后用氛围感营销维持热度，再接下一部戏，周而复始，看似忙碌，却始终无法在观众心里扎下根来。那么，路在何方？对于李一桐这样的演员来说，答案可能很简单，也很难。那就是停下来。与其在无尽的氛围感赛道上和无数个同质化的他内卷，不如沉下心来，去等待，或者说去拼命争取一个能真正触动大众神经的角色。那个角色可能不那么完美，不那么光鲜亮丽，甚至可能只是个配角，但他必须有血有肉，有灵魂，有能让人共情的挣扎和痛苦。因为对于一个演员而言，最宝贵的财富永远不是挂在衣橱里的华服，也不是社交媒体上百万的点赞，而是当10年后有人提起你的名字时，会脱口而出那个让你和他们一起哭过、笑过的角色。毕竟，历史最终会记住的永远是作品，而不是照片。